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这次要看的是万代 DX 超合金 YF29 杜兰德尔女武神超级装备。超级装备是魂限定商品，外面还套了一层纸盒，盒子并不是很大，类似于一般 SHF 的盒子。开盒后可以看到配件量非常的少，与上一期的 VF31 的超级装备或同系列的 VF25 的龙卷装备相比起来，差距就很明显了。拿出之前的 YF29， 在安装超级装备之前，先看看配件的细节。可以看到配件大部分采用了成型色，只有少部分用到涂装做点缀，与 YF29 的风格保持一致。灰色零件上的水口会很明显，可以说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。灰色零件的表面有明显的瑕疵，在光线的反射下会比较明显，不确定是不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，还是时间久了老化了，并且到目前为止是一点一印标识都没有看到。最后一块零件，也就是机翼上的装甲，这个的做工还算说得过去，细节很多，也用了不少一印做点缀。导弹舱也是可以展开的，而且里面的每颗导弹都做了分色。另外一面也是有着同样结构的导弹舱，前方这里可以拉伸出一段，可以看到这块区域用了不少涂装分色，而且还上了一印，还有活动结构，细节的表现也不错，可能是把之前的灰色零件上的功力全用在这里了。这套装备最大的优点，我个人认为是安装起来的手感真的很不错，装备可以说是滑进去的，装备在安装到一定角度时，会有一种吸进去的感觉。可以确认的是，不存在磁吸功能，类似于塑料产生的轻微形变将其卡住。YF29 在安装装备的位置都存在卡扣凹槽结构的设计，只不过很浅，不怎么明显，看起来像是细节。肯定有不少朋友可能会觉得，这么轻松安装上去以后，会不会很容易脱落下来？实际上是并没有那么容易脱落的，拆下来还需要花费一点点力气。不得不说，这种结构的设计确实非常巧妙。这款 YF29 老是崴脚，比较让人头疼。装备全部搭载上去之后，可以说是比较干练一些的造型，主要是集中在机翼两侧，并不像 VF25 龙卷装备或者 VF31 超级装备那样，将大部分的装甲集中在腿部。要说这套装备的优点的话，设计比较简洁，摆在那里会比较耐看一些。要说缺点的话，只设计出这一点点装备，明显就很敷衍。我在之前的 YF29 的那期视频底下看到有观众留言说，这套装备以前好像炒得很高，据说价格能到2000人民币左右，这确实有些夸张了。按照我个人的感受，这套装备的做工、配件的量，就算万代原本的定价都不太划算。视频中只演示 F 形态下的搭载，至于 G 形态和 B 形态的搭载，这边就不演示了。之前在 YF29 的那期视频里，我这款的变形结构基本上已经是报废了，各个关节已经松到不行，只能等万代以后再出个全新的 YF29， 买回来再看看了。这套装备本身给我的感受，我还没有看到超时空要塞 F 的剧场版，所以对这款机体的机设并不是很了解，但在外观的猜测上，多加了几个喷口，应该是提高了机动性，或者说能飞到更远的距离，然后进行大范围火力压制，感觉上类似于全装备独角兽那样，那种大燃料罐配高火力的装备。不过到时候看了剧场版，我对此的疑惑应该就能解开了。那么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各位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，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喜欢的模型。我是人偶师，我们下次再见。